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述的内容是胸廓。在临床上，我们见过这样的疾病，称为先天性心脏病，比如说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先天性的室间隔缺损、先天性的动脉导管未闭。那么它们呢，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当中的几种。它主要是由于小的原发性缺损或者是继发性的缺损，早年呢多没有症状，往往在体检的时候发生。比如说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如果是大的缺损，在儿童期主要表现为发育迟缓、活动后呼吸困难，青春期以后出现活动后气喘、心悸、心房颤动等，逐渐可发展为肝脏肿大、下肢水肿等。那么说到心脏病，同学们不禁要问：心脏在哪？它的位置怎么样？其形态结构又如何呢？先心病常见的缺损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临床上如何进行手术？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请同学们来猜一下心脏在哪。看，有的同学指胸部的左边，有的指胸部的右边。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我们先来学习两个重要的解剖学基础知识。一、胸廓的组成和结构。二、心的位置和形态。第一个部分，我们先学习胸廓它的组成和功能。组成胸廓有很重要的一块骨，我们把它称为胸骨。它的形态如这张图，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由胸骨柄、胸骨体以及下方的剑突所组成。在胸骨柄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凹陷，称为颈静脉切迹。颈静脉切迹两侧的切迹称为锁切迹。胸骨体上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整齐排列的类切迹。在胸骨柄和胸骨体连接的地方，形成一个微向前凸的结构。同学们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上找到这个结构。这个结构称为胸骨角，在解剖学上是一个重要的体表标志。两侧平对第二类，向后平对第四胸椎，它是计数类的重要的标志，也是许多其他器官分布的重要标志。组成胸廓的另外一类重要的骨称为肋。肋由肋骨和肋软骨所组成，共有12对。第1到第7对肋称为真肋，它们直接和胸骨相连。第8至第10对称为假肋，借上一位的肋软骨和胸骨相连。11和12对肋称为浮肋，没有和肋骨相连。在肋的后端可以看到肋头、肋颈和肋结节。同学们，考考你，你们可以在图上找到这些结构吗？组成胸廓的另外一类骨称为胸椎。胸椎和其他的椎骨主要的区别在于两侧
具有内凹和横突内凹。后方的棘突较长，向后下方倾斜呈叠瓦状的排列，由胸骨、肋及胸椎以及它们之间的骨连接相连组成的结构称为胸廓。胸廓主要参与呼吸运动，由2口所组成，上口较小，由胸骨柄的上缘、第一肋、第一胸椎体所组成，下口宽而不整，由第12胸椎、12肋及11肋的前端、肋弓和剑突所组成。胸廓的下口有膈肌封闭。胸廓的功能除保护、支持的功能以外，主要参与呼吸运动。吸气的时候，在肌肉的作用下，肋的前部抬高，胸骨上升，从而加大了胸廓的前后径，肋骨向外扩张，加大胸廓的横径，使得胸腔的容积增大。呼气的时候正好相反，胸腔的容积减小。第2个部分，心脏的位置和形态。心脏位于胸腔的中纵隔内，心脏的大小约有本人握紧拳头的大小。我们说人心不正，偏向左侧。心脏约2/3位于正中线的左侧，1/3位于正中线的右侧，前方对向胸骨体和第2到第6肋软骨，后方平对第5至第8胸椎。心脏的大小可以通过4个点具体的来进行定位。左上点位于左侧第2肋软骨的下缘，距胸骨的侧缘约 1.2个厘米处。右上点位于右侧第3肋软骨的上缘，距胸骨的右缘约1厘米处。右下点位于右侧第7胸肋关节处。左下点位于左侧第5肋间隙，距正中线约7至9个厘米。心的外形近似锥形，可以概括为一尖、一底、2面、3圆和4条沟。一尖称为心尖，由左心室构成；一底由左右心房构成，称为心底。2面为胸肋面以及下方的膈面。3圆包括心的左缘、心右缘以及心的下缘。4条沟为围绕心底的冠状沟、前室间沟，分隔左右心室，从前方分隔左右心室的前室间沟，从后方分隔左右心室的后室间沟，以及界沟。心脏的心腔分为4个，即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借助于界沟，或者称为界棘，分成了2个部分，固有心房和腔静脉窦。右心房呢，有2个入口，上腔静脉口和下腔静脉口，有一个出口，
右房室口，通向右心室。右心房的内侧，房间隔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透明的区域，称为暖源窝。胎儿时期没有闭合，称为暖源孔。如果出生以后，在正常的时期内，暖源孔没有闭合形成暖源窝，就称为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左心房由上方的左心耳和前庭所组成。左心房有5个开口，有4个入口，分别称为左肺上静脉口、下静脉口、右肺上下静脉口，1个出口，左房室口。左心室呢，借2尖瓣的前瓣分为流入道，也称窦部，以及流出道及主动脉的前庭。左心室有1个入口，称为左房室口，1个出口及主动脉口。在左房室口，由瓣膜、2尖瓣的腱索和乳头肌这些在功能和结构上密切关联的结构联合在一起，统称为2尖瓣的复合体。在右房室口上的就称为3尖瓣的复合体。左心房和右心房不相通，左心室和右心室不相通，左心房和左心室借左房室口相通，右心房和右心室借右房室口相通。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右心房的间隔称为房间隔，其薄弱区称为暖源窝，是房间隔缺损好发的部位。室间隔由上方的膜部和下方的肌性部所组成。室间隔的膜部是室间隔缺损好发的部位。右心室位于右心房的前下方，直接位于胸骨左缘第4、5肋软骨的后方，在胸骨旁第4肋间隙做心内注射，多注入右心室。右心室腔被一弓形的畸形隆起及室上棘分成后下方右心室流入道，也称窦部，和前上方的流出道及漏斗部。室壁有许多纵横交错的畸形隆起，称肉柱。心室腔的锥体环形隆起，称乳头肌。前乳头肌根部有一条激素横过室腔至室间隔的下部，称隔缘肉柱。房室素的右组织及供应前乳头肌的血管，可通过隔缘肉柱达前乳头肌。在右心室手术时，要防止损伤隔缘肉柱，以免发生右组织传导阻滞。3尖瓣环、瓣尖、腱索和乳头肌在功能和结构上是一个整体，称为3尖瓣复合体。右心室的入口为右房室口，出口为肺动脉口。通过本次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胸廓的功能主要参与呼吸运动，心脏的缺损先天性主要容易发生在房间隔和室间隔。这次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